咁柏景峰咧，雖然話係鐵路項目，但係佢咧就唔係喺鐵路站上蓋，而係喺通風樓上蓋。咁今集就請嚟測量師拆解一下，究竟乜嘢係通風樓，有啲乜嘢作用嘅呢？對住喺樓上嘅住戶會唔會有影響？咁另外項目開出市區新低價，首批尺價唔到15,000，仲平過親海站2。咁背後反映住啲咩因素？睇片之前，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，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柏景峰係由信置、資本策略同港鐵合作發展，承建商就係金門。咁一共提供748伙，涵蓋開放式去到3房間隔。咁關鍵期係2027年6月，樓花期大概年半多啲。咁當鐵路站上蓋開始飽和，運輸設施嘅上蓋亦都用埋嚟起樓，包括通風樓、車廠等等。咁港鐵先後喺2018同2022年批出油塘同百勝角通風樓項目。咁油塘項目就正係今日嘅柏景峰，而百勝角項目就由新世界同招商局投得，預計2031年完工。柏景峰作為香港第一個通風樓上蓋嘅大型住宅項目，喺未了解到日常運作會唔會對住戶產生影響之前，咁先要了解下通風樓究竟係做啲乜嘢。通風樓其實佢就係作為一個隧道裏邊一啲基礎嘅一啲嘅通風設施，或者喺到可能係去到一啲嘅特殊嘅情況之下，佢要加大嗰個抽風，譬如處理一啲會唔會有啲嘅排煙嘅需要啊。所以通風樓呢個設計其實喺個鐵路尤其是地鐵沿線咧，亦都經常會出現嘅。柏景峰下面嘅通風樓正係將軍澳線鐵路隧道嘅設施之一。咁樓書都講到，現存鐵路設施入邊嘅風扇喺日常運作入面可能會產生聲響、塵埃同埋氣味等等。咁至於邊啲單位比較大機會受到噪音影響，咁 Vincent 就話好難估計。通風樓視乎個風或者一個出風位置，可能係未必好明顯知得到嘅，反而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噪音咧，經過附近啲樓宇有一啲嘅反射啊，或者係空間上面有一啲嘅迴響出現，可能喺唔同嘅高度會有影響嘅。所以呢個我覺得咧，好難咁單一就話低層啲可能會影響多啲，高層會好啲，未必一定咯。因為其實整體環境噪音根本都會有，所以眼高啲嘅其實可能環境噪音對佢影響可能仲大啲添。咁而喺樓書都見到樓盤有噪音緩解措施，包括減音窗、維修窗同埋固定窗等等，集中喺第一座 A1 同 A6 室。估計呢一啲單位比較大機會受到噪音影響。咁除咗噪音 ，Vincent 都提醒小業主，樓盤下面有通風樓，仲有2點要留意。喺地契甚至乎喺公契，我都留意到咧，小業主或者係第時呢個住宅項目咧，需要俾一啲通道或者一個合理嘅安排咧，就俾到鐵路公司啦，入去做一啲必須要嘅檢查或者係相應要維修鐵路設施嘅工作。不過要留意下，第時如果做啲大型嘅維修、翻新、保養做起上嚟咧，就要一定要小心啦，唔好影響到鐵路設施添。咁所以呢方面咧，佢哋要留意嘅。另外，項目範圍入邊嘅斜坡同護土結構，亦都需要住戶承擔第時嘅維修費用。咁正因為有呢一啲嘅先天限制，柏景峰用市區9年嚟嘅新低價開出第一批單位。咁首批150伙，折實平均尺價14,588蚊，仲平過親海站2嘅深水炸彈價。同時比3年前推出嘅朗裕平1成8，甚至多過大市同期1成3嘅跌幅。若果對比同區嘅半新樓，例如係蔚藍東岸同海澳灣，亦都平咗7%到9%。至於發展成本方面，港鐵項目不嬲都唔會公布中標價。不過根據當年市場嘅估算，連埋補地價，柏景峰嘅每一尺樓面地價介乎大概10,500到15,000蚊不等。至於建築費方面，由於項目喺通風樓上面，難度比較高，而且需要拆卸抽水站、重建公共行人路同埋斜坡工程。發展商當年就講過，每一尺嘅建築費去到大概6,000蚊。如果建築費真係好似發展商咁講，地價連埋建築成本已經超過16,000蚊，咁第一批單位就有機會蝕住嚟賣。係邊啲單位呢？睇返柏景峰嘅環節面圖。住宅樓層由5樓起步，最高去到42樓。統計1號價單入邊嘅150個單位，
20樓或者以下嘅去咗84%。咁其後加推嘅2號價單就加入多啲高層單位，20樓或者以下嘅佔比就降到7%。咁折實平均尺價就隨即升咗2.7%，去到14,988蚊。咁我自己就覺得發展商先推中低層嘅單位，係想壓低第一批嘅尺價，營造樓盤抵買嘅印象，加速銷情。咁睇翻我哋嘅28House App， 撳我要買樓新盤嗰度，再撳入去柏景峰，頭2張價單嘅折實尺價由13,500幾到15,800幾蚊不等。咁加埋涉及228伙，扣除最高1成半嘅折扣優惠，一房嘅折實樓價全數喺500萬以下，有64間。咁兩房就大概499到667萬不等，有160間。三房只有4間，普遍超過900萬，但都可以做到9成按揭。咁睇一睇各類入場單位嘅按揭計算啦。喺做到最高9成按揭之下，入場嘅一房首期大概42萬，月供大概17,000蚊到；而兩房首期就大概49萬起步，月供大概2萬蚊。咁至於三房單位，俾完大概89萬嘅首期之後，月供大概36,000蚊。咁假設買入場嘅一房單位嚟到收租，睇翻我哋嘅28House App， 隔離朗裕嘅一房尺租大概48蚊。用呢一個水平推算，柏景峰嘅入場一房月租大概14,000蚊到，喺未扣除管理費同埋其他嘅使費之前，可以有大概3.9厘嘅回報率，略高過3.7厘嘅大市水平。咁如果接受到項目喺通風樓上面，對柏景峰有興趣嘅買家，又應該點樣揀樓呢？咁一齊由開則景觀一啲方面分析下。項目最細由開放式戶起步，去咗大概9%。咁一兩房係主打戶型，咁分別佔170同476伙，加埋去咗7%。咁另外仲有少量嘅三房單位。咁除咗提供比較多細單位，項目嘅開則都偏細，開放式同一房唔過300尺，咁兩房就介乎300幾到400幾尺，而三房就唔到600尺。一棟過嘅柏景峰分3座，每一座有5到9個單位，各自有2部客 lift。咁開則方面，基本上戶戶都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得少量單位有光廁。一齊嚟睇下係邊一啲。咁由最細嘅開放式戶講起啦，得2處，分佈喺第3座 C9 同 C10 室，實用面積一樣係269尺。頭2張價單就未有推出呢類單位。2個單位嘅坐向唔同，但係一樣望山景為主，咁所以揀邊一處單位就要視乎開則啦。咁2個單位嘅浴室都係黑廁，但係 C10 室嘅就會大啲，而 C9 室就係比較大路嘅開則，咁大門兩邊就係廚廁。C10 室就係入門口之後先係浴室，咁再係廚房。買家若果唔中意浴室對面就係廚房，咁就可以揀 C10 室。咁但係呢個單位就比較大幅嘅玻璃幕牆，買家私嘅時候就要花多啲心思啦。而一房單位就得5處，集中喺第2同第3座，折實樓價介乎大概423到465萬，大致上開則都差唔多，只不過面積方面有少少出入。咁發展商都做咗一個無改動嘅一房示範單位，用3座28樓 C8 室做藍本，實用面積293尺。頭2張價單就未有推出呢個單位。咁睇返同座26樓 C6 室，實用面積就大過示範單位少少，有300尺，折實樓價大概456萬，咁圍返每一尺大概15,200幾蚊。大門兩邊係浴室同廚房，櫥櫃以白色做主調，溝埋電磁爐同星盤之後，就剩低唔多工作台面。採用一系列嘅西門子家電，包括抽油煙機、電磁爐、微波燒烤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咁雪櫃就唔係酒店嗰隻嘅雪櫃仔，有一定容量。大廳鋪咗複合木地板，煮嘢食用起水上嚟就要小心啲啦。咁單位嘅樓層高度有3.3米，連埋開放式廚房咁計，成個廳有大概124尺。咁不過因為廚廁嘅門口向住客廳，成個廳就比較少完整嘅牆身，估計擺完梳化同電視機櫃之後，餐台或者都要朝行晚擦。
外連露台係3合1設計，亦即係話露台、工作平台同冷氣機平台夾埋一齊，有38尺，晾衫都冇問題。咁轉過嚟睡房參觀下啦，有大概57尺，夠擺雙人床同衣櫃。咁最後睇埋浴室，冇窗，門後面嘅凹位設有企缸，內籠空間都比較細，用盡洗手盆側邊嘅地方嚟到做台面，方便擺放梳洗用品。5處嘅一房開積都差唔多，咁所以揀樓嗰陣，首要考慮嘅就係景觀因素。向住西南方嘅 C5 室就啱啱好突破到鯉魚門村同埋高翔苑嘅缺口，高層甚至有機會遠望到海景，係比較可取嘅選擇。咁另外4處一房就係向東北方為主，望朗嶼同山景，其中 B2 室就扭向東面多啲，可以望到多啲嘅山景。嚟到主打嘅2房戶型啦，一共有14處，折實樓價介乎大概499到667萬，得單邊位嘅 A6 同 C1 室先至有光廁。2房單位就主要分2款開積，一款係蝴蝶積，2間房分佈喺大廳嘅左右兩邊。咁呢款開積普遍都比較細，大部分唔過400尺，客廳都比較難擺餐台。而另一款就係比較大路嘅開積，經走廊入睡房，2廳佈局分明。你又中意邊款開積多啲呢？不如都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咁2房單位嘅景觀主要分3類，咁第一類就係向南，包括 A2 到 A5、B1 室等等，望山景為主。咁第二類就係向西南方，包括 C1 到 C3 室，望向鯉魚門村。咁部分高層單位有機會望到海景。咁呢2類視野比較開揚嘅單位，大部分都係走廊入房嘅開積。咁至於蝴蝶積嘅2房就大部分向北，包括 A6 到 A9 室同埋 B5 到 B6 室，望朗嶼同高怡村為主。其中 B3 室就扭向東面，望朗嶼之餘就會望到多啲嘅山景啦。咁綜合開積同景觀因素，我自己就覺得 C1 室係比較可取，咁有光廁之餘，視野亦都唔會話好壓迫。咁2房示範單位就係用一座28樓 A5 室做藍本，屬於比較大一款嘅2房，實用面積有431尺。咁睇返同座低幾層嘅 A5 室，折實樓價大概659萬，咁圍返每一尺大概15300幾蚊。咁大廳有大概163尺，用一個400幾尺嘅2房計，空間都算合理。咁入門口之後有個小玄關，配備咗個獅子櫃，下面可以擺鞋，中間有插座，可以幫電話叉下電。開放式廚房有曲尺型工作台面，比一房嗰個有更多備餐空間。同時配備一系列嘅西門子家電，最大分別就係雪櫃採用雙門設計，有多啲容量。通去寢區嘅走廊可以用嚟區分客飯2廳，廚房對出嘅空間就可以用嚟擺餐台。另外嗰邊嘅客廳就有大概2.5米嘅睇電視距離，梳化可以擺喺緊門嗰邊，避免遮到進出露台嘅通道。外連3合1露台，有38尺。寢區同浴室由走廊貫穿，浴室大過一房嗰個，設有浴缸。浴缸尾就偷咗部分廚房嘅位置，嚟到打造更多儲物空間。可以擺到唔少洗頭水同沐浴露，但因為花灑就擺咗喺另一邊，用起上嚟可能會有啲唔方便。轉過去浴室對面嘅客房睇下啦，有大概44尺，係一般客房嘅大細。房門靠邊開，夠擺單人床同衣櫃，但如果想擺埋書枱嘅話，可能就要做高架床嘅設計。最後睇埋主人房，唔計開山房門嘅位置，有大概73尺。房門直入個位可以先擺一個大衣櫃，跟住再靠窗邊擺埋雙人床。一模一樣嘅大2房，仲有一個有裝修嘅版本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嚟到中港城參觀。不過細2房就冇示範單位啦，對比頭先參觀嘅大2房就細咗50到60尺度，亦即係話少咗間客房再多啲嘅面積。大家都可以透過參觀大2房，大致感受下個空間係點。至於項目佔比最少嘅3房單位就得1處，
嚟自一座 A1 室，咁折實樓價大概899萬到913萬，向南望山景為主。咁單位嘅開即市正，3間房同客廳同向，主人房入面有套廁，而且係光廁嘅設計。另外仲會有個儲物室，但係廚房就會維持返開放式嘅設計。柏景峰下面除咗有通風樓，另外一部分仲有機房、停車場同埋康樂設施等等。所以部分設施都幾近通風樓㗎，例如係室外泳池、會所，另外仲有埋健身室、兒童遊樂設施、宴會廳等等。室內面積超過12000尺，另外仲有7000尺度嘅戶外空間。項目同時有32個車位，以748伙咁計，超過23戶爭一個，車位比例偏低，估計大部分住戶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出入。由項目出發，向住鯉魚門村嘅方向一直行，經過迴旋處之後，就會見到通去大本營嘅電梯，穿過商場，行到嚟油塘站，大概10分鐘以內都到。另一條路線就係經鯉魚門廣場，再穿到大本營，同樣可以去到油塘站。經呢一條路線嘅話，就可以少行一啲冇瓦遮頭嘅路段啦。油塘站係觀塘線同將軍澳線嘅交匯站，若果喺九龍東或者港島東返工，都算係幾方便㗎。兩個站就可以去到觀塘，一個站可以到鰂魚涌，車程同樣大概5分鐘。不過柏景峰始終喺斜路上面，買完嘢之後喺油塘站行返屋企嘅話，少不免就要上斜路啦。屋企有老人家就要留意。另外喺樓盤對出嘅高超道有巴士路線去尖沙咀、中環、機場等等。至於買嘢方面，啱先講過嘅鯉魚門廣場有街市可以買餸，而隔離嘅大本營商場佔地超過48萬尺，係房委會喺東九龍一帶最大嘅商場，有多間食肆同埋賣日用品嘅商店。柏景峰嘅首批尺價咧，可以話係市區近年嘅新低價。但係咧，呢個樓盤需要住嘅地方咧，我哋都同大家拆解過㗎啦。唔知道大家又覺得呢一口價可唔可以彌補到需要注意嘅地方呢？咁都不如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想知道多啲柏景峰嘅資訊，可以 scan 而家畫面見到嘅 QR code，又或者 click 入去 description box 嘅連結。